就修行，然后你就要谈到说，所以就为什么要有很多很多的理论来建立，帮助我们了解为什么第八识的运作是这样的。所以呢，我们讲现代的心理学要跟这个唯识学结合，那是太难了。为什么呢？因为讲到第八识，讲到第七识，尤其是第八识的部分呢，它一定要跟哲学结合，因为它讲到生死的问题。我们心理学怎么谈都谈不到这个深度的嘛，哪有谈到生死的问题？哎，哪有需要谈哲学？现在把你病医好就好了，你不要发电就好了，对不对？啊，那还谈到什么生死的问题那么远吗？没有，所以怎么不可能结合？因为是完全不同系统的这个方向来的嘛，所以为什么需要那么多那么细的理论？因为呢，这个两个一个是杂然，一个是清净。说它是杂然，怎么转成清净？说它清净，为什么会变成杂然？这个都是最大的。所以唯心这个观念也是心性本净，本净为什么它会变成是杂然呢？意念不结，这个意念怎么来的呢？糟糕，哲学都碰到这些问题，所以就要用很多很多的经典呢来分析来解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一思考问题的时候，一定是对立的。一对立的话，不是这个对就是那个对，所以中观为什么要用一个方法，就是他自己本身什么都不建立，反正你建立一个思想，我就破你，破到没有东西好破的时候，所有的邪都破了，所有的细论都破了，这个正就自然显现。所以中观有一个系统呢，是自己没有任何思想体系的，反正就是把别人的全部破完就对了。但这个过程里面又会面对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很多人就破到最后，自己也空了，就变成二俱空。所以就到最后呢，连因果都可以不用建立了，所以就有这个问题，所以就有另外一个系统呢，因为他们在跟唯识辩论嘛，所以也建立自己的所谓的中观的体系，然后才用这个，然后用逻辑的方法来跟对方辩论。龙树菩萨本人早期的时候都没有，但是我们发现龙树菩萨的著作有很多，他讲中观的时候，你们去读中论有时候好难读哦。那已经到最简单的方法了，就是我们的应顺老师呢，为了帮我们知道这个中观，他就写了《中论颂讲记》嘛，中论中观论讲记嘛，对不对？你去读读看。读完了都还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文字都懂，他分析，你好像懂了，又好像不懂，好像懂又好像不懂。读完中观经论还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为什么呢？因为他太多这种我们太多相对的观念，到那边你进不去就卡住了，除非你的思维够细，可以看出这个相对的一种相对性。那么看出它的相对性，就是你不止一边。但是不止一边的同时呢，你要两边都清楚。所以你要讲不生不灭的话，你要先把生跟灭讲清楚了，才能够不生不灭。你不垢不净的话，垢和净都要分析清楚了，你才能够不垢不净。可是我们呢，讲垢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净，讲净的时候就没有垢，所以不垢的时候就是净，不净的时候就是垢，又跑回到相对里面去。它是要两个都非常清楚的双重否定。同时双重否定，然后你才有那个超越的那个观念出来嘛。所以我们讲非善非恶，我们的非善非恶有两个情况，一个情况呢就是不是善就是恶。所以有些人学佛了以后呢，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它是绝对的，你要跟我画清楚，这个是不能做的，没有得好商量的啊。那么另外一种情况呢，它的非善非恶就是模模糊糊的、笼笼统统的，都没事啦，反正解脱了没有真正解脱，反正是空嘛，无常无我嘛那就什么都可以做，就模糊。可是呢，真正是你两边都很清楚，了了分明了，然后你能够见到它的空。怎么样见到它的空呢？因为不管善或者是恶，都是因缘合合的，都是条件组合。条件组合它的本性一定是空，不是说所有的东西
里面还有一个叫本性的东西，然后这个本性呢是空，我们去找这个本性出来，不是，这个东西存在就是空。可是我们现在看到它的有，是因为因缘显现了，所有的条件具备了，它显现出来，所以这个叫生。那么这些条件不在了，比如说一把火把它烧掉了，我们叫灭。可是这个火烧掉了以后，这个东西不见了，是真的是不见了吗？它其实是有一种转化的过程。所以你要非常清楚了解到这个因缘生和因缘灭的这个过程，这个因缘清楚了以后，你知道，因为它是因缘生，所以显现出来的时候，它的本性是空的；因为它是因缘灭，所以它不见了，它本性还是空的。这样你才能够超越它。所以善也是一样，我们看到很多，我们做了很多善事，我们要知道善事是福业，这个善事在造作的时候也是因缘合合。有时候呢你做不到，为什么做不到呢？不具备条件。什么条件呢？有时候这个条件是什么条件？就是你没有能力。有时候条件呢是因为时空不对我们有很多人真的有慈悲心，看到某个地区呢，这些人这个灾难发生了，心里很难过想说要去帮助他们。可是呢，他是在尼泊尔地震，我们住在美国，我们怎么去帮他呢？你就帮不到吗？那你说可以啊，我们可以因缘生怎么样？我们筹钱去帮助他们。那你说我要因缘生，我自己本身就跑到那边去帮，好了，你什么训练都没有，去到那边，你不但没有救到人，还要被那边救援的人员把你救回来。所以因缘生因缘灭了，你都看不清楚这个，那你说你要去帮助人家，怎么去帮？善法，善。那么恶呢？一些恶缘显现了，很多事情不好的事情发生，我们很生气那个坏人我要怎么样去对付他，对不对？可是我们也要知道说，很多这些恶缘在显现的过程，有一些部分条件是我们造成的。我们是社会的一份子，社会有一些问题，你不要以为说我都是好人，我跟他没有关系，不一定的。因为有时候你的一些行为，甚至讲不好听我们有一些念头都是制造这个因缘的。你动了一些什么念头，这个念头呢，它就是一个业报来的，业力来的所以大部分人都动这个念头的时候，你就要知道这个是共业有这个共业的话呢，它形成的一些社会性的一些现象显现出来，你还是有一些成分在里面。那你们这边可能好一点我们那边呢，糟糕，闹了一大堆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我们那边的情况呢，稍微提一下。比如说，我们喜欢在高速公路飙快车，或者是有时候闯红灯方便什么这样，那就被警察逮到了嘛。那警察逮到了，你就怎么办呢？我们现在在骂我们那边的这些公务人员很多很贪污，为什么呢？其实很多贪污是我们养成的。你就贪方便吗？好了，你飙快车罚款300，他就跟你讲说50块就帮你解决，你不给他50块，又不用上法庭，又不用去警察局交罚款，解决了。以后他们贪污的时候，你就是其中的一个因缘，让他们变成贪污。所以你能骂他们吗？那你说这个方便吗？好，你造成，因为他这个后果下去，因缘嘛，轮回嘛，他就越凝聚越大了。下次他跟你要70块，要100块了嘛，然后他知道说，因为罚款也提到500了，还是吃的，然后他们就越摊越大了，下面摊上面摊，一直摊到最高的那个也摊，一起摊下来。那你能说我们没有责任？我们有责任。那怎么办呢？最好的方法，你犯法了是吧？好，你罚款，你写罚单，我去交。这个就杜绝他当场贪污。可是你这么笨呢？
我们就奉公守法嘛，不给他有机会来反叛，不就好了吗？哎，可以开80英里，你就开80英里好了，你开那么快干什么？你去犯法才来用钱来解决问题，你就造成贪污的这个原因之一啊。所以很多事情我们说恶法因缘生，你看到了吗？看到了，你不能骂他们，因为你可能就是其中的一个。那我们曾经都经历过这个过程，所以怎么办呢？所以我们看透了这个，我们才能超越它，你才能够真正不在这个框架，就是说你才不会被它约束你。发生这种事情的时候，你会思考说自己本身是不是也是其中的一份子。有时候社会的一些犯法的东西我们不要只是顾着谴责那些人，像有些恶人出来，你就看看他们家庭背景，然后了解一些教育制度的问题，甚至了解到我们自己本身牵涉在里面，都有原因的。那么这样子呢，我们同理心，我们不一定说他这样子做就是合理的，不合理，但这个不合理是很多人造成的。那么你这样子的一种角度在看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你就不会停滞在那边就善恶分明这个人必须要杀头你才不会有这样的一个说非要怎样不可的这个判决。所以这个是一种了解，那么你才能够这样子提升嘛。所以这样的一个学习呢，我们就发现了说，这些因缘生因缘灭看起来很简单，可是呢，你要很完整的看到，很透彻的看到，很完整的看到，就是说它整体因缘在运作的时候，它一定以一个理则在运作。很透彻的看到，就是说你知道这个理它本性是什么。所以我们说本性空，不是在所有的事项里面还有一个东西叫本性，不是，它在运作的时候它本质就是空的，因为它本质空，所以这些因缘才会组合起来。那么这样子理解的话呢，你所谓的这个清净的心、杂然的心，怎么会形成这样？就是因缘生因缘灭。你这样了解因缘生因缘灭，你才能够看出杂然，然后才能够了解说怎么样去转为为物。假如说我们说它本性清净，它这个因缘生因缘灭的过程是杂然显现出来，它这个本性清净，我们常常以为说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有一个叫做真如或者是真我的东西，它本性是清净的，不是这样的一回事。所以本性清净就是我们心的运作，因为它一定是空性，一定是因缘生因缘灭。是空的话，它就是无染，空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染上它嘛，那么所以它就是清净的。像我们看到这个虚空，你看这个整个虚空天空是清净的吗？那如果我们看到它有染的话，是这个虚空有染吗？不是。有烟霾的时候是烟霾，不是虚空染浊。所以这个烟霾过了以后，这个虚空还是清净的嘛？所以不是有一个叫做清净的虚空，就它的本质本性就是这样的一回事。所以我们的佛性也是这样。那么在六祖呢，他用自性。那么自性这个字眼呢很重要因为呢我们看到中观的思想，他讲无自性。中观思想讲的无自性跟六祖或者是我们中国佛教讲的自性，它是不同的意思的。有相同的地方，他讲的自性呢，中观讲无自性空，他的自性讲的其实就是我，就是有永恒性、实体性主宰性的那个自我所以自性。可是呢，在六祖坛经里面用的这个自性，后来禅宗用的自性不是这个意思。那我们要知道呢，先理解到说，我们刚才讲本性本性呢，它是讲一切法的本性是空，那我们叫空性，或者是我们叫法性
哎，然后我们范围放小一点，众生的本性也是空性。那众生的本性呢，我们也可以叫本性，但是呢，我们把它叫成佛性。为什么？因为众生是有心、有情识的作用，有心有情识的作用，就有一种觉的功能，觉悟的作用。有一个觉悟的作用，它就能够通过这个觉悟的功能作用可能性，去悟到一切法的本性是空，所以它有心有情识的作用，我们就叫佛性。所以一切众生都有佛性，也就是一切众生的本性，一切众生的佛性。那它就所有的众生因缘生因缘灭显现出来是事相，是众生。可是呢，因为这个显现出来因缘生因缘灭的过程里面的内容里面呢，有生理的也有心理的。这个心理的作用里面有一种功能能够觉悟到这个本性空，这个叫佛性，所以我们叫觉性。然后呢，一切众生普遍性的叫佛性，每一个众生各自也具有这个性，这个本性，我们就叫自性。所以六祖呢，就把它，因为禅修禅教我们解脱生死，所以在解脱生死用功修行的这一个众生在解脱生死。所以这个众生解脱生死的时候，跟其他众生事相上是分开的。这个众生跟这个众生是分开，所以他们有各自的佛性，所以在禅里面叫自性。所以自性是清净，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众生就具有，或者是每一个众生的本性就是自性。那自性是清净，刚才我们讲到了清净呢，是因为无染，无染因为是空，所以本性空，空故无染，无染故清净。所以这个清净呢是本然性的。这个本然性呢，你说它本来具有，那是从事相上去看。那如果是我们说本然性，就理性上，它就是这样的一回事。那么这样子修行就有了一个根据了。就本性清净。那我们另外一个情况呢，比如说我们说水，它的本性也是清净。可是当我们把这个水拿出来的时候呢，我们发现这个水里面有很多杂染的东西。水有杂染的东西怎么办呢？你就是把杂染的东西清理掉。水的本性是清净的。所以有时候我很喜欢到河边去玩水，我常常就在那边玩水，然后有时候那个水呢很清澈，我们说水很干净，就下去可以洗澡了。有时候洪水来的时候，水很污浊，我也下去。下去的时候呢，我也在洗澡。有些人看怎么洗呢？这个水这么脏，水的本性是清净的。那个杂染不是水的本性来的，不是水的自性来的，是混杂的东西。因为洪水的话，就把很多东西红泥什么都会带下来嘛，对不对？那只是混杂在水里面的。所以水的本性如果是清净，它就可以清洗嘛。我下去不是洗澡，没有不对照样还是可以洗不过呢，那杂染的东西会染在我们的身上，是因为我们的身上不净嘛。如果我们的身本性也清净的话，就染不到了嘛。对，不行不必洗了。就不必洗了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我们就理解说对。那我们看到这个杂染的水，不是水的本性来的，怎么办呢？你要让这个水的本性它自然的运作的话，有几个方法咯。如果是那种像有洪水这样的，很容易的，你让它静下来，它就沉淀了。沉淀下面的那一个部分就不是了。然后呢，你发现沉淀下来那个部分不是。可是你一弄的时候，它又会起来了，
怎么样把那个部分也弄掉呢？那就很多方法咯，你过滤也好啊，还有最彻底的一个方法，我们叫蒸馏嘛，对不对？啊，杂质全部流出了，水就流出来，就是清净的嘛，所以这些呢，我们修行就是这个样子哦。你的心，我们的心杂染，其实我们的心的自性本性是清净的。那一个方法呢，就是你坐在那边静静的，让这些杂染、这些妄念沉淀下来。可是沉淀下来以后还没有完全解决，那是定的功夫。你再用会的方法把这些东西清理掉就对了。那所以安定清理，定和会。所以用功的时候，这个自性清净，可是呢显现出来的杂染就是这样的一回事。就是这个过程里面，它这些东西加进去了，不是那个自性是杂染的，它自性是清净的，因为它空，它的本性是空，所以不只是我们看到这个现象。所以呢，这个敦煌本的坛经，佛性常清净，何处惹尘埃？它不是本来无一物哦，后期本来无一物呢是讲空，它这个佛性常清净呢，直接告诉你佛性是清净的，清净的本性或者清净的自性呢，它本来性就是空，所以它就没有东西可以染污它。所以我们的自性是清净的话，这些杂染的东西呢，它是不粘在这个性，不粘在这个作用的，因为粘上去就杂染了，它不染的。所以是空的，所以空是不染的咯。有才是会染嘛，所以本来无一物就空了。所以两个其实说的都是同一回事，但是用的句子不一样。那从这里呢，我们就看到说，其实六祖坛经讲的这个自性